习近平从此比毛泽东更有权力，再没有任何对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本周五毫无意外的连任，执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3个5年任期。投票是在立法会议期间进行的，该会议旨在未经辩论批准专制权力的所有决定。因此，他的再连任得到了2952名人大代表的一致批准，然后他们以完美的编排从人民大会堂的长椅上站起来，向他们的领导人献上长时间的鼓掌，而这位领导人一如既往的没有放弃丝丝微笑。习近平的这项经过大多数票选后的胜利，只不过是他在去年秋天再度成为最高权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后的一种走形式罢了。这个党指挥了中国所有的政治机构，以及指导一项未能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多寡限制的立法修正案。再没有任何对手了。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指出，习近平现在是自1949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在制度上来说，他的权力之大甚至超过了毛泽东。连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毛泽东本人拥有国家元首的头衔也没有超过10年。对于许多专家来说，现年69岁的习近平从此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他可长长久久地担任国家主席。赵穗生还说，他逐渐改变了权力内部的决策体系。我们已经从凝聚集体共识决策的模式转变为习一个人决策的模式。他在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只任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忠于他个人和他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执政能力和功绩。总理李克强被认为立场有点太自由派，并且经济注重增长甚于意识形态。李克强将在未来几天被对习最忠诚的李强取代。李强没有任何的部长职务经验。赵穗生警告说，从此不再可能找到任何竞争对手。因此，即使不是终身，习近平至少也可以统治中国10年。习近平解除了邓小平在1980年代实施的行政和政治改革的很大一部分，正是为了防止一个人控制整个中国政治体系，防止国家重新掉入毛泽东执政时期最后几年的创伤。与美国面对面，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习近平现在将能够加速中国的复兴，重回中国梦。他自2012年就任国家元首以来，就将其定义为党的最终使命。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主任贝茨吉尔 Bates-Gill 在2月底的一次研讨会上解释说，对于习近平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看清历史的种种动向，才能在中华民族的荣誉被外来势力侵犯的情况下，抹去过去的奇耻大辱，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然而，在这一努力中，中国政权将不得不克服许多挑战。在面对某些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强的不信任，而且正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替代的生产地点，以及严重的人口减少危机，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应对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放缓。特别是，中国政府将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美国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轴心。为斗争做准备，在他们罕见的公开干预过程中，本周，在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当中，中国领导阶层暗示，他们的国家已准备好与西方或试图破坏其国家重生的国家进行对抗。习近平本人认为，中国正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围堵打压。这名中国领导人警告大家说，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他同时也督促权力干部在准备斗争的同时保持冷静和专注。法广，李强的总理之路，习近平会严格控制他。作为上海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强的标志性商业妙招是说服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中国大城市建设这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第一家海外工厂。在2018年与马斯克的签约仪式上，这位有朝一日将成为习近平主席的二把手的人热情洋溢地谈到为商业创造有利条件，而他们身后巨幅画作上的彩虹则为这位冉冉升起的党内新星增添了光环。李和他的经济团队将需要制定新的增长战略，以取代中国萎靡不振的债务驱动模式，同时监督本周宣布的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在内的国家全面重组。也许更难的是，他将不得不管理他的老板。
分析师表示，习近平近年来在从打击互联网公司到控制 COVID-19 等一系列问题上突然改变政策，令投资者感到不安。他接手的工作有很多不利因素，首先是房地产危机、债务负担、美国制裁、中国老龄化和情绪低落。中国欧盟商会会长耶尔果说，这家伙有他的工作要做，他的前任已经摘下了唾手可得的果实。与习近平核心圈子中的许多人一样，李将自己的迅速崛起归功于与中国领导人的密切联系，当时他们都曾在省级工作。作为一名农业工程师，李在2000年代中期为习近平担任秘书职务，当时后者担任李的家乡浙江省省长。浙江是中国东部沿海富裕省份之一。习于2012年成为国家主席后，李强自己出任浙江省省长，随后成为附近江苏省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于201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这些年里，他经常被拍到与顶级商人擦肩而过，尤其是总部位于浙江的互联网集团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自习近平的互联网镇压以来，马云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甚至为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健的一本书写了序言。马云和王健都是我最喜欢聊天的人，李在任浙江省省长时写道。除了与特斯拉的交易外，李书福还因在上海开设了一个新的纳斯达克式股票市场而受到赞誉。从长远来看，很少有人认为李强能够重振过去强势改革派的总理任期，例如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领导下的温家宝，或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领导下的朱镕基。作为国家舞台的新人，李强需要在北京建立联盟。但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对自己在党的领导地位一向谨慎，预计会严格控制李强。金融时报，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